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小红点和坡线，你知道吗？小红点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新加坡人自己起的，可奇怪的是，今天新加坡人反而把小红点当成了骄傲，而对坡线这个看似亲切的称呼十分反感。你是不是也对这个现象感到好奇？别急，我们今天就从李显龙所提出的逻辑，从新加坡的身份认同以及小红点的真正含义来为大家揭开谜底。第一章，小红点 vs 坡线的身份认同之争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小红点与坡线这两个词。小红点这个名称最早来自印尼前总统，时间回到1998年，当时他批评新加坡太微小，可是新加坡人却对此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。他们没有在负面情绪里纠结，而是将这小红点的概念转化成为国家韧性和独立的象征。今天，小红点不仅是民众眼中的骄傲，也成为了新加坡向外展示的标志性形象。而坡线这个词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。这是一些中国网友用来亲切称呼新加坡的，他们想用这个词表达某种亲密关系。然而，新加坡人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，这种反应又反映了什么呢？对此，李显龙曾解释说，这种亲昵的叫法虽然出发点友好，却暗含一种从属感，仿佛暗示新加坡只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从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称呼削弱他们的国家认同感。看到这里，设身处地，你是否能理解这中间的差别呢？那想要真正了解新加坡的身份认同，我们必须深挖它是如何形成的。第二章，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？说到新加坡的身份认同，李显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，新加坡不是一个华人国家。这个表述可能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，新加坡有75%的华裔人口，为什么他说自己不是华人国家呢？答案或许藏在他的多元结构里。建国领袖拉惹雷南早在1975年首次访华时就提出过类似观点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。李显龙的论述更具体，他认为新加坡人的身份是多维的，每个新加坡人既是属于国家的公民，同时可能也由一个族群或者宗教所定义，他们既可以是新加坡人，又可能是华裔、马来裔、印度裔新加坡人，或者是穆斯林、基督徒、佛教徒。根据新加坡国际政策研究所 IPS 的调查数据，35.9%的新加坡人认为国籍是最重要的身份标识，种族占16.3%，宗教占16.1%，这正好说明了新加坡人认同感的复杂性，它并非单一的，而是融合了个人、族群和国家多个层面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可能会问，这么多层次的身份认同是如何维系的？李显龙认为，关键在于新加坡人的共同记忆和归属感，而形成这种归属感，往往需要经历苦难。第三章，苦难与归属感的双重力量。新加坡作为小红点，独立后的成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，正是那些共同经历过的挑战，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。从独立初期的经济危机到国际压力，再到后来的SARS疫情、全球金融危机、新冠疫情等等，每一个时期的重大危机都是新加坡人团结起来的重要时刻。李显龙在一场演讲中幽默地回应质疑，每一代人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危机，不要担心，它会来的。他虽然语气轻松，但道出了一个深刻真理，共同经历的苦难会深深扎根于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里。除了这些苦难带来的认同感，归属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李显龙说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朋友、家人都在这里，我们也希望一起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。归属感是身份认同的基础，但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，这一基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。第四章，全球化时代的认同挑战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，新加坡人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在身份认同上开始面临更多复杂问题。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加坡青年，他们拥有技能，有机会去国际市场发展。那么，什么才能让他们选择留在新加坡，继续认为自己属于这里？这是归属感的第一个挑战。其次，外部事件对不同族群的影响也十分显著。比如，当中东发生战争时，新加坡的穆斯林会表现出比其他族群更强烈的关切。同样，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所动作，华裔新加坡人也会更关注，这与印度裔对印度事务的关注是一样的。全球化虽然让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多元，可它也在不同层面上拉动族群对外的联系。这些外部拉力如何影响新加坡的国家认同，正是李显龙一直关注的问题。那么，在面对这些挑战时，小红点的精神是如何保持韧性呢？第五章，重新审视小红点与坡线。我们回到一个关键问题，小红点和坡线真的只是字面上的区别吗？李显龙总结得很精确，新加坡不仅仅是一个华人岛屿，也不是一个印度或者马来的延伸。小红点象征的是一个微小却强大的存在，而坡线却带有一种从属的象征，忽略了新加坡的独立价值，这一点对新加坡的独立认同至关重要。甚至可以说，无论是小红点如何渺小，韧性和独立精神才是它真正被世界认可的原因。这种尊重是通过新加坡几十年的努力赢得的，而这种认同的背后藏着更深的逻辑，
只有尊重它的独立性。通过今天的内容，我们理解了为何小红点能成为新加坡的骄傲。当你真正理解了小红点背后的韧性和独立精神，你或许就能明白，这不仅仅是个称呼问题。那么，作为观众的你如何看待坡县？你对小红点的精神有什么样的理解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